Hello，各位大家好。今天这个影片的内容是要介绍 3D 列印件。那 3D 列印件目前在模型的市场上，尤其是船模的这个部分，是被广泛的利用的，因为它的设计上不会被模具有所限制，所以以制作上来说，我们也可以看到早期的这种塑胶件。它的细节表现就是这个样子。这大部分除了它本身的设计的理念，还有模具的限制以外，它会造成说塑胶件做起来会比较的简单，看起来比较简陋，比较粗糙一点。那直到了去年2024的这个时候，你会看到有的厂商它出了塑胶件，其实我觉得这个已经是极限了，这个已经是出到所谓的极限了。你可以看它的细节，其实已经很漂亮了。然后它的模具上还是会有所谓的分模线这些东西存在。那 3D 列印件呢，就完全撇除了这些东西。那我介绍的 3D 列印件，这个就是我委托一家公司，它所生产的 3D 列印件，这个是我频道的品牌。OK， 好，来我们看一下它的表现。右边的这一个是拆件下来没有上色，我就直接把它粘上去了。左边的这一个，这个是已经上好了无海军工厂的这个颜色。你可以看到它的很多的细节，其实印制的相当的漂亮了，包含了旁边的这些小爬梯，这些都有印制在上面。然后侧面的爬梯，这一些都是镂空的设计，包含它的炮管它也是空心的，所以基本上 3D 列印件设计出来，它打印出来之后就是这个样子。那你只要把它支撑拆掉，拿下来，喷个颜色啊，装上你的船，这样就完工了。所以它可以很大幅度的减少你的工作时间，并且也大幅度的去提升你的船模的细致度。所以对于这种细致度要求很极致的玩家，我就可以推荐你使用 3D 列印件，包含你看这个96的单装的防空机枪，这个跟塑胶件的比对，你可以看它那个枪管的那个直径大小，包含旁边的细节，这个就会差了很多。你如果要有枪管旁边的这些细节，你都必须要使用蚀刻片，另外的再把它粘上去。那你看96的防空机枪，它是有所谓的环形瞄具的，然后它把环形瞄具也都设计的非常的漂亮。然后这个是肩托，就是射手就位的时候，他会把肩膀顶在这个部位。这些都有做出来，还有它的底座也设计的非常的细致，这个都有可能是塑胶件做不到的，因为它实在是太过于细小，已经超过它模具的负荷。因为你开的这么细小，它就有可能会造成射出不完全、成型不完全，或者是在离模的时候就造成枪管的断裂。那来，我们再看一下这个3连装的防空机枪，它的细致的程度，包含座椅、环形瞄具这个都设计的，基本上使用这个东西完全不需要再使用任何的蚀刻片，你只要把支撑拆下来，然后喷个颜色，就可以把它安装到你的船上去。OK。那这个东西目前我还是在台湾地区来做贩售。
那店家我都会附上这种亚克力的展示盒去给它放在店面做个展示。那我也希望说可以借由这个影片，能不能够找到国外的经销商愿意去贩售我的产品，那也可以使用我的 email 来跟我做个联络。好，然后我们再展示一下拆件的部分。那894的这种127的防空炮，它里面是有10座，那排列就是这个样子，它的排序就是这个样子。这个东西它的成本比较高。我们都知道 3D 列印它主要是除了它的材料以外，再来就是它的列印时间。那因为它的高度会比你把它拆件下来列印的时间还要长，所以这个时间也就是计算在所谓的成本里面，所以这一组它会特别的贵。那其他的这个呢，相对的我就会尽可能的把售价压低，因为我觉得现在的 3D 列印的市场有的价格真的是还蛮乱的，而且以产品来说的话，也没有说真的是强到哪里去。这个就是我们的96式的3连装防空机枪，有带前面有一个防盾的这一种。那我们在拆的时候3D 列印件它在做光固化的时候是还蛮脆弱的一个东西，所以它会衍生出了很多的支撑的结构。我们看到它会有很多这种细小的支撑的这种结构。那我们设计的东西就是我把边框剪掉，然后把小细节的这种直接给拆下来。把主要比较危险的支撑给移除了以后，我们再拆就可以比较的放心一点。然后大部分的支撑，尤其是下面这种比较大的，拆掉了以后，你就直接找一个比较好的施力点，就直接把它移出来。OK， 这样子就可以去喷漆了。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未来大家在制作模型的时候，这个东西它会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广泛的被利用，因为它的几乎是没有所谓的模具成本了。最主要的成本就是设计图，然后建模的时候，这个时候的花费是最多的然后来，我们再拆127的防空炮，给各位看一下。127防空炮它的设计上主要是这边还会有一个爬梯，所以这个爬梯是必须要想办法
小心的去剪掉它的支撑的。那它的爬梯是躲在这里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使用一个比较小的剪刀，去把它下面的支撑给剪断。OK， 然后上面还有一个小的，就是最后一层的爬梯，这个也剪掉。剪掉以后呢，就开始移除其他支撑，这些就比较轻松。然后再用一般的单刃钳，整个从下面直接把它切开。当支撑移除的差不多之后，捏着就整个就下来了。下来以后呢，捏着两侧，然后把这些支撑全部都移除。如果你在拆的时候觉得怕把原本的东西给拆断的话，那你可以使用小剪刀把它周围的这些细小的支撑全部都剪断，再一根一根的把它移除，这样子是会比较保险的。像这样子把支撑给拆出来。好，所以这样子我们就保留了它原本的爬梯的结构，所有的细节都保留在 3D 列印的这个工件上面。所以在制作上的话，它可以减少你非常多的时间，然后也可以让你的模型提升非常多的效果。所以我们可能就尽可能的会去主推这个产品。那再来就是我可能会想办法找一些国外的进口商来跟他们配合，然后固定的出货。所以就如果任何消息的话，当地可以购买的话，我会在的频道里面去介绍说，哪一些国家有哪一些经销据点可以去做订购。OK， 好，这个就是今天 3D 列印件的介绍。OK， 好，那就感谢大家的收看，谢谢。